你回去好好养伤，我自己进去就是。这不就是他吗？你看，臭丫头，我找你好久了，岂有此理！好你个下油头骗子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拿本小姐开涮？不得无礼！苏姑娘，请自重。幸侍卫有所不知，他在禁闭室打晕了我和苏姑娘，还消失了一整天。二位姑娘误会了，我记得是二位撞上门框自己晕过去的。你还胡说八道！你们家主子呢？你把他叫出来，本姑娘今天一起收拾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定会将此事禀报给皇后娘娘，你等着瞧吧。太子到。殿下，太子殿下。殿下，美玉善和她的丫鬟私自逃离禁闭室，违反宫规，还请殿下责罚，最好打他们个80大板。逃什么逃？我跟着太子出去办事儿，也要告诉你啊。我们自是不必知道，不过此事皇后娘娘知道吗？把我放下来。太子的事自然会禀告娘娘。庄姑娘死咬着不放，可是想挑拨太子与娘娘的关系。你，他们方才说的话，还需要本王再重复一遍吗？可是臣女不敢。你没事吧？他身上有伤。这几天你就别去学堂了，好好养伤，我照顾你，你什么都不用做。你这是干嘛？回太子殿下，我给小豆子熬药呢，应该快好了。小豆豆，你这喝的是什么呀？药。这明明就是水啊！你一定是忘记放药了。身体怎么比昨天还虚弱了？梅呆呆抓鸡抓了一天，今天也没吃饭，他还不让我动手。来，可以登机了。你这是要干嘛？对药上机啊！哎呀，这还活着呢，又杀鸡拔毛，还得拔毛啊？这怎么拔啊？南北，啊，给我一个毛巾，我给小豆子擦脸。哎，我来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哎呦！南北啊，赶紧去备辆马车，我们接小豆子回东宫静养。太子有心了，叫宋公公来把这里都收拾一下。如今的身份，入住东宫定会再次遭到非议。小梅记得《诗经》中曾讲过：“勿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仪；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仪，先王之责也。”况且孔孟也主张男女授受不亲，就算要谈情说爱，也不能违背古训啊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如今皇上身体抱恙，太子这边又出事情，本宫真是心力交瘁呀。那个沈瑜为臣为官，竟然保护不了太子，我看他的官路就此到头了。娘娘，您消消气儿，喝碗参汤啊。
你伺候本宫这么多年，野山参和西洋参都分不清楚吗？娘娘恕罪，奴才一早就去了内务府。这内务府的主管说，所有的补品都被东宫给调走了，尤其是野山参，一颗都不剩。哦，给太子补是应该的。补。自从太傅说梅姑娘体虚之后，殿下就让小厨房天天炖药，梅姑娘都吃了6只野山参了。快去拿灵芝吧。哦。佑佑，走。看看。我再也不想看见野山参了。可是殿下吩咐奴婢，一定要亲眼看着你喝下去。再喝就死了。你们要是想给我补一补，也弄些我爱吃的嘛。那梅姑娘爱吃些什么呢？快把锅盖盖上！梅姑娘说了，非常吃了就是个烟火气。盖上！盖上就没有那个氛围呀。这都没洗干净。梅姑娘还想吃臭豆腐，加臭加辣的那种。我去请示太子，你先帮我盯着，我去就来。左左。启禀殿下，户县县令请求朝廷拨款修桥一事。朝廷年年拨款，可户县的桥却修了3年还未修好，拿本王当傻子吗？不准！东西，你赶紧通报一下，梅姑娘要在东宫的客房里炸臭豆腐吃，我怕她等急了。快去！殿下，梅姑娘想炸臭豆腐。准奏。是。启禀殿下，国子监提议禁止农村学子参加科举考试，理由是他们都去当官，就没人种地了。荒谬！不准！殿下，梅姑娘想在东宫熬羊杂汤。准奏。是。启禀殿下，雍州知府提议对不愿生育孩子的家庭采取罚款制度。胡闹！殿下，梅姑娘想在东宫荡秋千。准奏。启禀殿下，西南太守提议将县级以下官员的俸禄降低1半，毕竟穷乡僻壤花不了那么多钱。好啊，那便让太守去穷乡僻壤之处考察半年，看看降多少才叫合适。殿下，梅姑娘想在东宫。准奏。好。国子监提议。胡扯！梅姑娘想在。准奏。启禀殿下。不准！梅姑娘想在东宫。准奏。是。西南太守提议。胡闹！梅姑娘想要在东宫，只要她不把东宫拆了，怎么都行。准奏。你别光看着嘛，这个，尝尝。这些都是梅姑娘你的。尝尝嘛。
我们身份背景恐怕是无福消受了。殿下，刑场上闹事的几人还没来得及用刑，就服毒自尽了。罢了，朝廷里谁忠谁奸，谁想害我，我早心有明镜。殿下知道是谁？百官上奏弹劾本王时，个个言辞凿凿，可唯独只有他柳琴元一人不吱声。是柳琴元？老狐狸藏得深呢。可是贼人已毙，证据都没了。别急，爪牙过长，迟早是会暴露的。对了，本王交代你的事情可都办妥了？属下都办妥了，可是，只是为了给梅姑娘过个乞巧节，这么大阵仗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哎，殿下，稍等一下，殿下去那边务必得用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清凉油。为何要用这个？殿下待会就知道了。你干嘛？啊，涂油啊！堂堂东宫第一侍卫，你还怕这个？啊，属下不怕。什么东西那么臭？你是不是脚心犯了？南北啊，不是我，退出了，退出了！快，把门关上，把门关上！公子若是怀疑那个丫鬟，为何不直接禀告太子或者皇后娘娘？若她真是声东公主，他们定然会不可。公子是担心梅姑娘。你觉得，那个丫鬟的事情如果东窗事发，小豆子乃至整个梅家，还能保得住命吗？但是此事事关太子啊！我当然知道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给你去了头，我给你去了胆，我给你一刀切了头，2刀切了尾，3刀切了肚儿，我给你火烤、炖汤，我给你红烧啊！明明自己这么怕蛇，还想着保护我。没事啊，不疼了，不疼了。来，吃块糕点就不疼了。对，吃糕点。这肉眼啊是看不见什么伤口了，不过皮肤下面还是有淤血。也不用这么仔细吧？当然要了，殿下说了，姑娘的伤必须养到12分痊愈。快，糕点，吃糕点。哎，喂！你呀，让我的小可爱吸一下就好了啊！我真有。哎呀，放心，他很可爱的啊。不用了。今天乃是月圆之夜，我的小宝贝吃饱了，还要回去跟他的兄弟姐妹团聚呢。真不用了。今天是月圆之夜，我怎么忘了这茬？要不要回去跟梅呆呆再试试？有劳新侍卫了，这么晚还来送药。今日在崇文馆，我看你一直在揉手腕，就猜到你伤还没好。小伤，记挂了。姑娘3位义父，最近可好？已经安全回府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们3位是我的爹爹？想知道这个又有何难？对了，
他们当年有没有说在哪里捡到你的？应该是黑犬巷吧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那捡到的时候，姑娘多大？6年的事，我怎么会记得？对了，说到黑犬巷，我今日带了一些小吃过来。姑娘在巷子里长大，肯定会喜欢这些吃食的。真是好熟悉的味道。快尝尝。真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日子。喜欢就多吃点儿。之前这个手帕，这个茶壶里面的水凉了，我去泡一壶。啊。他为何对小豆子的身世如此关心？梅呆呆，我回来啦！梅呆呆，哎呀，他也给我准备了臭豆腐啊！邢大娘家的。他怎么知道黑犬巷邢大娘家？梅呆呆，我们赶紧趁月圆之夜再换一次，说不定就换回来了呢。小豆子，梅姑娘，多谢兴师喂的药。小梅姑娘，兴师先告辞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刚才说漏了换身一事，他肯定听到了呀。这件事情本就稀奇，旁人听你这么一说，莫不是以为你在开玩笑？谁会多想啊？也是。那他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来给我送药。你受伤了？我看。无碍的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兴氏夜闯闺秀房，可是杀头的死罪。你觉得兴氏是那样糊涂之人吗？冒着杀头的危险。就为了来送药？那他来干什么？像是来打探你的身世，而且句句离不开黑犬巷。那现在你才是我，表面上是在打探我，那实际应该是打探你啊！他打探你干什么？就算对我有意，那也不用打探我的身世呀。黑犬巷长大又如何？丞相府长大又如何？我觉得他不像这等势利之人。对你有意？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发展到这种关系了？别打岔，我问你，他为何对你的身世如此感兴趣，还一直问我你小时候的事情？我小时候？他关心这个干什么呀？这人怎么那么奇怪？他应该就是关心你，应该没安什么坏心。你可拉倒吧！我看他说不定就是满肚子的坏水。我自从偷了个珠子之后，莫名其妙的事怎么就没停过呢？你看啊，你上次被冤枉，如果是苏若梅想整你，那个玉牌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在我们房间呢？还有他那个丫鬟，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。哼！她的气度根本不像普通婢女，反倒是那长相千金，言谈举止令人生疑。邢大娘家的，我们赶紧趁月圆之夜再换一次，说不定就换回来了呢。
换身，看来是时候出宫会一会老朋友了。听闻那梅玉扇在东宫大摆3丑宴，东宫的人个个被熏得丧眉大眼。今日早朝时，前排的张大人都说太子身上有股下水味儿。太子如此纵容梅玉扇，看来是非他不娶了。这儿若真成了，既破了预言一事，又破了拒绝纳妃一事，咱们的功夫岂不是白费？倘若太子果真对梅玉扇一片痴情，那倒好办了。大人有何良策？梅玉扇狐媚惑主，证据确凿，只要我们联合众臣上奏朝廷，便能教他个不得安宁。以太子的性格，若不娶梅玉扇，他会愿意立他人为妃吗？哦，对，大人英明啊！哎呀，殿下您消消气，梅姑娘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。哎呀，荒谬！怎么啦？这是？哎，殿下，这花不错，可是给我买的。那个，你整个花瓶，帮我插起来。好，去吧。哎呀，给我，看，哎呀，你给我看看，你别看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看看，小心点。都是些无稽之谈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没事啊，我又不是什么不守妇道，什么伤风败俗，什么胡作非为，是吧？看得出来。对，不是。没事。就他那下里巴人的样子，能当太子妃？但凡照照镜子都知道自己不配。咱们殿下哪是谁家的阿猫阿狗都能配得上啊？说来还是丞相千金，投错胎了吧？要德行没德行，要规矩没规矩，真是替殿下不知了。好累呀！听说相府千金要被选为太子妃了，这事倒稀奇。那就是相府千金，就是她。哎，快停！别老脚！哎呦喂！踩了！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！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出门要看天，行走要看路，怎么这么没有规矩呢？啊！你也觉得我没规矩是吗？你那伤好些了吗？好，差不多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听着，没有太子的命令，你哪儿都不能去啊！再者说了，老夫我还没给你下诊断呢。我真的好了，不信你看。别了！哎，别！哎呦，我的祖宗啊！转圈，哎呦，生机动物100天呢！慢点！哎呀，我的药啊！白公子好温柔啊！小卜卦，方才吓到你了吗？谢谢你救了我，小卜卦。
我现在有一种预感，殿下正提着2米的大刀，杀气腾腾的赶来。哎，伤怎么样了？啊，好，差不多了。来，太子殿下到。殿下，殿下，愣着干嘛？不请白公子进殿喝茶？是。伤还没好就要上房揭瓦了？我好差不多了。我看未必，不然怎么会突然摔下来？那是太傅，太傅他说我的伤还没好。病人自然该有病人的待遇。快放我下来！我想抱你。完了完了，以后再也没脸见人了。那我先告辞了，改日再来。左左啊，把刚到那批上好的金骏眉拿来，帮我给白公子泡上。是。明明不甘心，嫉妒他能如此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情感，却又有一丝宽慰。如果他喜欢的人真的是小豆子，那声东公主的预言就不攻自破了。若殿下真和小豆子结成良缘，那我当初预测的那些画面，岂不出了大差错？使点劲儿！对，要压死他！以前在声东，王将军可否听过有关月灵珠的事儿？比如，可以让2个人换身。我知道，这种事很难说得通。我也是小时候听人提起，由于时代久远，特意向王将军来求证。啊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大概40年前吧，月灵珠被当时的陛下赐给了驸马爷。驸马爱公主心切，就用珠子给她做头饰。于是，便带着月灵珠去找城里，给他找有名的珠宝匠人。这件事没过多久，这驸马爷就性情大变，整日疯疯癫癫的。那珠宝匠人还四处喊冤，说他才是驸马爷。后来大家说他是疯子。看样子我猜对了。不过，这跟月灵珠有没有关系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小公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为何要走？免得那些人背后嚼舌根。都是些口舌之快。你这一走，岂不是正中是非之人的下怀？我现在顶了个假身份，他们都说我高攀。那要是他们知道我就是个从小巷子里长大的女贼，那岂不更……这些我都不在乎，你又何必放在心上呢？他们说的也没错，我就是个没规矩的人，站在小师傅身边，不配。一派胡言！你配得上任何人，至于那些规矩，以后慢慢学就是了。你也觉得我没有规矩，需要学规矩？松开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至于那些规矩，你要不想学，我们就不学。我这个人，
打娘胎里起就是满地打滚的野性子，学不来那些规矩。而且我本来就是个小老百姓，跟小卜卦一样，阴差阳错的来到这个皇宫里。至于殿下你嘛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高攀，也高攀不起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跟我生气还是？我没有跟你生气，我想回闺秀房了。送他回去。是。我其实是在跟自己生气。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叫醒我未完的梦，家国情话难写，与你宿命的相逢。冥冥中陪你奔赴这一程，想再多一些，多一些，爱再更真切，更真切。你我各自一半，凑成年年月月，陪伴着我看遍世界，同行在繁华的长街，欣赏你温暖臂弯处倾斜。我们都是彼此天边失而复得的志愿，难解难分若是缘，就让我再盼一遍。我们都是被误会的人，却心甘情愿，勇敢的登场，莫问去何方。我来。你可能看不懂，你说我干什么呀？这你能看懂吗？你也看不懂。啊，行行行，我看不懂，看不懂啊。等着吧，等一会儿我们看一看。梅玉山已经好几日没来学堂了，这事儿你不知道？奴才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身为闺秀房的管事，却纵容渎职。本王不明白，宫里的俸禄你是白拿的吗？殿下，梅姑娘近日是被皇后娘娘叫到华彩殿学规矩去了。什么规矩？娘娘定是能看出殿下的心思，奴才以为这是为丽妃做准备呢。你回去吧。奴才告退。